入土为安一向来都是华人崇尚的土葬文化，大家普遍认为人离世后埋入土中便可得其所，家属方觉心安。然而2011年槟城却有一户王姓人家因接二连三发生意外或罹患怪病，经神明指示才知道自家祖坟风水被破，殊不知在进行石井仪式时揭发了深埋地底14年的先人遗体竟然没有腐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饱受家人意外不断和患病困扰的家庭是来自威北平安村的王姓人家。时年74岁的王姓老人家共育有2男4女，在未求助神明前，家中已经有4名成员前后因意外或患病离世，其中1名儿子在2009年不幸患病过世。2名女儿在哥哥去世后头七拜祭完毕，供车返家途中却不幸发生车祸，2名女儿以及1名外孙3人都在车祸中离世。而且不久之后，王老伯的在新加坡的女儿又无故患上了怪病，只要有人触碰到她的皮肤，她就会觉得异常疼痛。后来因情况危机，便送往了新加坡的医院接受治疗。眼见家人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他们，王老伯在别无他法之下，唯有求助于当地报德善堂的祖师爷。神明指示其家人会陆续发生意外或罹患怪病，是因为其母亲坟墓的风水已经被破，建议尽快择日开棺石井。但谁也没想到的是，在神明指示下，当棺木打开的那一刹那，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家属都感到很震撼，因为遗体不但还没有腐化，而且肌肤与脸部还保持着完美无瑕，皱纹依然清晰可见，感觉就像一位老妇人躺在那里熟睡。根据了解，棺材所埋之处被鉴定为养尸地。所谓养尸地，就是指埋葬在该地的遗体不会自然腐坏，天长日久后即变成僵尸的那种地方。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，其实进行埋葬后，身体越快腐烂，就表示对后代人越好。一般的身体会在1或2年完全腐烂，然而今年的棺木多数有直放干病，这就会影响腐化的程度。同样的，在槟城有一户周姓人家，一家之主周老伯育有6名儿女。在妻子于1995年逝世后不到1年，幼子遇上公路意外去世。2003年五子心脏病发，2005年大儿子2夫妇患绝症，撒手人寰。而如今在他身边的儿女只有3个，但面临病魔纠缠，难逃结束。面对接二连三的家庭浩劫，周老伯实在想不通，最终在太上老君的指示下，才得知妻子遗属隐失，必定家破人亡，殃及3代子孙，所以必须迁葬才可以化解消灾。岂料当周老伯前往妻子的坟墓进行石井时，却发现妻子的毛发保存完整，嘴巴张口已形成干阴湿了。据法师指出，阴湿有2种，一是湿阴湿，2是干阴湿。由于棺木不易腐化，形成土壤中的细菌无法分解遗体，因而变成所谓良性巴煞的干阴湿。遗体的毛发、皮肤、血管、器官都完整的保存着，而且还可以发现皮肤泛油光的奇特现象。对于曾患病已久的遗骸，也会造成干阴湿的情况。由于身体里面有太多抗生素，使得细菌不容易分解先人的遗体，而造成这样的现象发生的。至于遗体张开嘴巴，传说是要吃掉自家子孙的象征，因此干阴湿的坟墓会给下代子孙带来无穷的祸害，像是车祸事故、官司缠身、易犯小人、亲属多得怪病等等。不但如此，这样离奇怪异的事件也发生在来自槟城威南的李氏家族。2名身体健壮的年轻人在1年内相继患上重病，家人通过问米才得知祖坟风水有问题，于是开棺移坟，却惊见入土9年的祖父遗体竟然没有腐烂僵硬，还长出胡子。
童年安葬的无牙祖母遗体也长出了3颗牙齿，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。原来李氏家族有个习俗，每年一家人都会参与一些俗称问米的法会，借此了解祖先在阴间有何需求。岂料在为祖父母报名参与问米后的隔天，灵媒便来电向李老太太询问李家祖先的姓名，并指李家祖先来到他家，说有急事要告诉子孙，并要求他安排与李家成员会面。一开始，李家部分成员不相信灵媒的话，后来长辈经过商讨，决定一探真假。灵媒得知李家愿意与祖先会面后呢，隔天早上便从吉隆坡赶来槟城威南。长辈把灵媒带到祖屋后，灵媒马上让祖母附身。祖母申诉，她睡的地方淹水了，很辛苦，很不舒服，要子孙尽快处理，否则将对子孙不利。根据当时在场的李先生说辞灵媒原本说话清晰流利，但祖母附身后，灵媒说话变得含糊不清。当时长辈要求让祖父附身，祖母却声称祖父很生气，不愿意见子孙。于是李家决定为祖父母移坟，他们在法师的协助下进行开棺施金仪式。然而，当石金匠挖开祖母的棺木时，李家发现祖母的棺木确实淹水，陪葬品全浸在水里。虽然祖母的遗体已腐化，但原本无牙的遗体却长出3颗牙齿。石金匠小心翼翼地抬出祖母的遗骸，放入新棺木并安置妥当后，便开始挖掘祖父的棺木。可当祖父的棺木一打开，遗体的异状更令人折舌。已经去世9年的祖父遗体竟然没有腐化，而且还长出那个胡子，舌头肿胀露出嘴外。随后石金匠试图用绳子从棺木中移出祖父的遗体时，发现遗体不但没有僵硬，甚至还可以坐立，因此石金匠几经辛苦才把遗体移出来的。其实，在上述离奇案件里所发生的尸变，并非灵异现象，而是可轻易依据科学理论解释的自然变化。葬地的天气、湿气以及地质都会对遗体起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。遗体长胡子及长牙齿并不是灵异现象，而所谓的尸变只是自然地理环境对遗体所造成的影响。从医学角度来看，遗体长胡子是因为人离世后皮肤收缩所致。在肌肉和脂肪高度萎缩后呢，导致毛发变长，形成遗体的体毛，如头发或胡子变长的假象。若逝者生前的体表没有体毛，比如没有头发或胡子，很可能是体毛藏在这个体表下方，待肌肉及脂肪萎缩后，体毛自然露出体表，让人产生遗体长发或胡子的错觉。同样的，遗体长出牙齿的现象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口腔内原本就有已经折断的牙齿，待肌肉萎缩后，原本看不见的牙齿就显露出来，让家属误以为遗体长牙齿。所以对于这件事，家属及民众无需感到担心，只要将遗体取出并火化就可以了。若家属还想要了解真正的原因，也可以将遗体送到有关的单位化验，讨个安心。好的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请继续支持优质的内容创作者，我是马来西亚的小南，我们下期见哦。一到了晚上，洗手间里只有黑麻麻的一大片，一点光线也渗不进去。站在洗手间里，就像被吸入黑洞那样，令人感觉全身不自在。铺在酒店走廊的地砖都已经出现明显的裂痕，地上更是布满很多垃圾和灰尘。然而有一点很奇怪的